李治，我是你亲爹，你怎么说话了？你是不是还嫌不够丢人的吗？我怎么丢人了？你这个保姆怎么不丢人？哎，你看你妹妹就知学历高长得，嫁了个老公是沈氏集团律师高管。你看你要学历没学历，哎，嫁了个短命老公，废物老公死得早。沈氏集团，那不是我儿子的公司吗？你糊弄谁呢？你儿子要是沈氏集团老板，还让你一把年纪去当保姆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你们老板是不是叫沈时军？那就是我儿子。我们老板是姓沈，但他不叫沈时军，而且我在公司那么久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你们都不相信，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。沈氏员工最低也是100万年薪，你儿子要真是沈氏老板，那你怎么还用这款老款的按键手机啊？好好看看，这是咱们二姐夫给我和爸都换的最新款的智能手机。他要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连个智能手机都买不起啊？我平时不怎么玩手机，能打电话不就行了？哎，那倒是啊，当保姆的哪有时间玩手机啊？哎，对。喂。不是，够了，苏米之！20年前你不顾寡妇晦气，不能回门的家规，3番5次回来，你想克死我呀？爸，你那是封建迷信。爸又没说错，当初爸为了你嫁个好人家，四处托人打听才敲定婚事，结果你呢，不仅退婚，还死活要进城打工，把爸气得好几天都没吃下饭。就是他出去打工1毛钱都没有寄回来，害我们家好多天都没吃上肉。你看看我们之前过的什么日子。可是当年，爸让我嫁的是隔壁60岁的老光棍，当时我才20岁。60岁怎么了？年龄大会疼人，别人几十年没找对象能看上你啊，是你的福气，总比你找个废物老公没几年就死了，让你守寡的好。你把我们苏家脸都丢光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跟他废话。你呀，赶紧拿着这些东西啊，滚！是啊，大姐，你也别怪爸和耀辉不给你面子。这些年我老公可是把所有的草药和补品都买过了，他们早就见惯了，能一眼就看出这东西是真是假，是好是坏呀。哎，看到没啊？看到没？这些呀，都是姐夫买的。你看别人多大，你就连这么一点东西，你好意思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带东西了，但是太多我一个人拿不了，村里的路又很窄，我车开不进来。进不来？我看你是在吹牛吧你！这村路可是我老公为了他的宝马七系特意拓宽的，一般的车都能进来，哎，怎么的就你的进不来？难不成你开的是大巴车啊？夫人，您看用哪一辆车？这车我也不懂，这车和车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帮我挑一辆大的，能装东西的就行。我对车这些东西一向不懂，我不知道我家车什么牌子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怎么连自己开的什么车都不知道呀？哎爸，他呀就一个臭保姆，连这个衣服都是偷的，他就是故意过来给您丢脸的。你赶紧走吧，耽误我们开心，我饿了。今天是8月15日。听见没有？让你滚！你难道还让我亲自动手吗？老不死的，快点走啊！走啊，走快点，不然我就拿鞭子抽你了。呀，哎，你的宝贝儿子总不接电话呀？你是不是随便打了个电话，想糊弄我们呀？时军在国外谈生意，有可能他现在正在忙，我一会儿再给他打。够了！看在你是秀芝大姐的份上，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以后不要以我们老板的名义到处去造谣。你跟他可不是同一类人呐！啊，你怎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我们老板？再有下次，我会以沈氏的名义对你的抹黑造谣行为追究法律责任。哎，别！大勇啊，敏之难得回来，你今天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别跟孩子计较了？去！哎呀，你什么面子啊？这是我们苏家。算了，看今天这么多的朋友亲戚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们两个计较。快去把这个丧门星在厨房里做饭，不要在这扫兴。妈，今天你是寿星，你别去厨房了，我去做饭。
敏之，妈妈没有用，这几年都没让你回家。妈妈私下存了点钱，你呀，拿去买件衣服。妈，拿着吧，我真有。来，妈，生日快乐！妈有，妈有。妈，你收着，藏起来，别让我爸看到了啊。去歇着吧，我来做饭。去吧。他们怎么敢这么欺负奶奶？我要把他们都狠狠打趴下去！娘，先别冲动，对方人多，保险起见，我先叫兵人过来。放心，我都录屏了。好了，我已经把画面同步给爸爸的律师和秘书了，我绝不会放过这些欺负奶奶的坏蛋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喝，高兴。哎，没酒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真是。廖辉，她是你妈，不是你的保姆。你他妈的敢泼我！反了反了！耀辉是我们苏家的香火，你还敢动手打他？再说，你妈嫁进来不是来伺候我们苏家的吗？我妈是嫁给你了，又不是卖给你。妈没事，走，我们吃饭去。吃饭应该就在这儿，去厨房干什么？不去厨房，难道你还想上桌吗？大姐，看来你太久没回来了，连家规都忘了。咱家的女人可不能上桌吃饭呀！你不是女人吗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当然是女的，我能上桌，那是因为我和你带着一堆臭垃圾的不孝女不一样。我可是给咱爸带了不少好东西的。今天是妈的生日，你给妈带了什么？你妈过生日应该给我送礼物。自从你妈嫁进来以后，不缺吃不缺穿的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就是你们两个白眼狼。你看，我们秀芝最懂事儿，知道孝敬我。哎呀，大勇啊，敏之也准备了的，都怪我，刚才我忙去了。看，这是他让我给你的红包。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啊？张淑芬啊，我警告你，如果是你敢私自藏钱，小心我打断你的手！不许对我妈动手！还有，这个红包是我给我妈的，你还给我！你妈的就是我的，你还敢动手抢我的钱？算了算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勇，你这个大女儿好像还没有二婚吧？哎呀，张淑芬，你看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？敏之回来这么久，你也不知道去给她煮点爱吃的菜，快去啊！好。妈，哎呀，敏之，爸是关心你呀。不要你假关心，我怎么是假关心你呢？我是你的亲爸，我主要是想着你老了以后找个依靠。这是爸最好的兄弟吴大哥，你要嫁过去啊，绝对会对你好的。不然我就拿鞭子抽你了。秀芝啊，你家子明了不得，小小年纪就有大将风范，证明你孙子是龙，将来啊必成大器。都是子明懂事争气。干什么呀，你是奶奶？妈，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没事。你干什么打你太奶奶？苏秀芝，就这么娇孙子吗？他打的可是你妈。奶奶，太爷爷，这个老巫婆打我！你敢打我太孙子？我只是把他拉开，我哪只手打他了？你还敢犟嘴？不，大勇，敏之也是关心我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秀芝、子明也该去送谢去班了吧？可别迟到了。大勇，你快去照顾大家坐下，我和敏之现在就去做饭，走，马上就去做饭。
奶奶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奶奶之前提到苏家就情绪不对，我怀疑她被苏家欺负了。我和雷叔先去看看。叶晓，你照顾好宁宁啊。别急，我们先看看情况。雷叔，你帮我把无人机放下。哎呀，这么好的衣服搞脏了，来给你擦擦。瘦了，你平时没好好吃饭吗？哎，吃个妈煮的蛋，补补身体。妈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让我给你做饭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妈，我爸是不是又打你了？老夫人好。老夫人好。妈，你终于肯跟我联系了。敏芝啊，今天是妈的70岁生日，妈没什么别的生日愿望，就是想一家人能一起吃顿团圆饭。你有空带孩子回来看看妈妈。有空，我现在就回来。少爷小姐，这边请。欢迎少爷小姐回家。奶奶，回来了。奶奶，你怎么又干活了？这些活就让保姆阿姨去干就可以了。没事儿，奶奶呀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宝贝们，今天奶奶带着你们回老家，去给太奶奶过生日，好不好？奶奶，太奶奶是谁啊？怎么没听你和爸爸提起过呢？滚！我们苏家没有你这个不孝女！你要再敢回来，我就打死你！奶奶是不是被别人欺负了？宁宁帮你教训她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爸爸呢还在国外开会，赶不回来。奶奶带着你们去挑礼物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我们去挑礼物。走吧。夫人，这路……村里的路不好走，这样吧，我们下车走进去。好。夫人，这东西太多了，不如您先进去，稍后搬上门。我先拿点轻便的吧。好。宝贝们，你们呀，先跟雷叔叔去停车，一会儿奶奶让你们坐从来没坐过的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先过去了。是。大家若喜，吃好喝好。好，加油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堂哥啊，真是好福气啊！
儿女双全，录个好字。听说儿子在厂里面当管理员，女儿也是个大学生啊，还嫁了个富豪吧？这好东西啊，不要钱似的送。那可不能，我听说啊，这二女婿还是沈氏集团的大律师呢。都是好孩子呀！啊，你瞧瞧这2个孩子，可给你长命了，是你祖坟冒青烟了。可是敏之啊，他不生气。咱们先提他干什么？跪下！哎，爸，我妈呢？这哪来的混小子，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奶奶，他真的是你爸爸？我就没见过这么当爸爸的，怪不得奶奶这么多年都没带我们回来过。奶奶不需要你这么欺负人的爸爸，不，你根本不配当爸爸。哎，苏敏之，你听听，我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的亲爹，你怎么叫的？还有啊，你带着这2个凶神恶煞的人干什么？你想打死我呀？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我不想闹事。我呸！苏敏之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大吗？你们这几年把我们苏家的脸都丢光了。这也丢脸，那也丢脸，你们有这么多脸可丢吗？与其怪别人，不如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太自卑了。就是，我爸爸可是大公司的老板，公司名字叫……爸爸是沈氏集团的老板，又是沈氏，你们就没有别的公司能碰瓷了？苏敏之，你自己天天做白日梦吹牛就算了，怎么还教孩子撒谎呢？我们没撒谎。是。那我老公为什么不仅没在公司见过你，更不知道老板有儿子？他可是沈氏法务部的高管，什么消息都知道。我们又不需要上班，没结果很正常。果然是土老帽，撒谎攀关系，都不知道打听清楚。沈氏每年都会不定期举办家属日活动，所有沈氏的员工都会带自己的家属参加。如果你们真的是老板的儿子，那为什么我从来没见你们出席过？那这个是上个月的活动合照，你们看，有苏敏之他们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，看见没有？照片上根本就没有你们。我看这2个也是你请的养。打我呀！来打我！小智，兄弟，我劝你一句，不要因为演戏就把自己搭进去，没必要。是石君说的，他说他的竞争对手很多，不让我们出席公开的活动，封锁消息是为了保护我和孩子们。是，这无从求证的东西，随你怎么说都行啊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奶奶，不用跟他们浪费口舌。我看是心虚了吧？穷人就不配生孩子，养不起也教不好，哪像我们家子明啊，又听话又懂事，马上就要转到玉芝国际学校去。玉芝学校是那个沈氏集团旗下的学校吗？没错，真有出息啊！听说玉芝学校才成立6年，可是顶尖的学校啊！从玉芝学校出来的学生，个个呀都是顶呱呱。那可不，玉芝可是有名的学校，录取条件非常严格，必须要通过招生考试才能够录取，否则你有钱有势也没有办法进不去的呀。大勇啊，你家老二真出息啊！嫁个老公还是沈氏集团的高管，以后啊，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！那是当然了，我大孙子可不像某些人的废物，他以后可是要跟他爷爷一样，进沈氏当大律师的。不可能！玉芝的招生时间是每年的6月份，但凡过了招生时间，不可能再招新学生入校，更不可能招半期的学生入校。你这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现在是利益社会，只要你有钱，规矩都可以不算的。可是我爸爸说了，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他绝不会允许玉芝出现这种歪风邪气。玉芝啊，可是沈氏旗下的知名名校，轮得到你爸允许？你爸进学校连保安都不配。玉芝就是我爸爸为了我和哥哥们上学创办的。嘿，
雷叔叔，等会儿宁宁和你一起去教训那群坏蛋。安少爷，那这后备箱的东西当然是不拿了，为什么要给欺负奶奶的人送礼物？不，都拿着吧。杀人先诛心，他们不是嫌贫爱富吗？那就让他们先看看我们沈家的实力，然后个个都跪着求原谅。好，查到了，苏家之所以这么嚣张，就是因为苏秀芝的老公刘松。刘松是沈氏集团法务部的一个小专员，他给苏耀辉在厂子里找了个看仓库的活，平时出手大方，还给村里捐了不少钱。别说是苏大勇了，就是整个村都得敬他3分。据我所知，刘松每个月的薪资根本不可能支撑他这些消费。我看，他可能还借着沈氏的名义，干着其他的勾当。我已经在检索刘松和苏大勇一家的经济流水了，等着吧，今天就让他们一家身败名裂。我看苏大勇的那几个兄弟，个个都有秘密，不如趁着今天把他们一并处理。吴老头，人家35年前就值3万块了，现在这么长时间就翻1倍，小气了点吧？不一样啊，那个时候她是黄花大闺女，现在生了孩子，不值钱了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人呐，越老越有滋味儿。你看看那敏芝，那长相那身段，成熟女人的气质可不能亏待人家呀。行，8万8，哥可是成亲要啊，成不成吧？成。我不愿意，你们这是犯法。自古以来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说了算。我是你的亲爹，难道我还不能做主？吴大哥，我这个闺女就交给你了，性子烈，多担待。好。你这啊，彩礼都收了，现在是我吴老头的新娘子了。怎么样？现在就去圆房吧，好不好？我呸！少做梦！我不同意。谁收的彩礼？你找谁圆洞房去？我看你是无法无天啊你！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把你办了，让你知道这个家里谁说了算。走，放手！放手！走！救命！过来！救命！放手！快点你！住手！为了你们创办的。哎呦，这个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果然呀，人越是无知越狂妄。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接受我孙子入学的正是玉芝的创始人，现任校长曹国栋。不可能，玉芝就是我儿子沈时军创办的，只是他现在把学校交给他的好朋友小叶在管理。我从来没听说过曹国栋这个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奶奶，当时爸爸带我去学校进行实地考核的时候，我见过他，他是管仓库的，连玉芝的正式工都算不上。管仓库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建校的时候，爸爸说半夜经常有人来偷东西，还是我找的监控抓的人呢。我应该原备份了。我看这神情不像是假的，而且玉芝每年只有1次进去的机会啊，没有其他的呀。秀芝啊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！现在这骗子可多了。不可能！学校官网写的清清楚楚，曹国栋就是玉芝的创始人和校长啊！是他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当时是我看他可怜，拦着时军没让他报警，还让时军给他安排了一个看工地的活。学校建成之后，怕他没地方去，时军才让他去看仓库的。但我实在没想到，他居然背着时军做了这件事情。这网站一看就是假的，你们没有自己确认过吗？
打住！曹校长是我同事推给我，沈氏很多员工的孩子都是曹校长亲自接手入学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不信？那我现在打电话给真正的玉芝校长，让他跟你讲。喂，哎，是我，叶叔叔。怎么了？您知道曹国栋吗？知道啊。叶叔叔，他冒用你和爸爸的名义宣传虚假招生，还骗了不少钱。对，听说公司里有不少员工的孩子也是他招收的。我怀疑在公司内部他有团伙，请叶叔叔帮忙查证一下。什么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查。对了，叶叔叔，您可以从一个叫刘子明的人查起，听说他马上就要转进玉芝了。对，叶叔叔，我待会儿把刘子明的档案发你。好。听这电话语气不像有假呀，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啊！秀芝的老公是学法律的，还能被骗子骗了不成啊？说不准，现在骗子这么多，而且玉芝可是这个，现在每年想进去的人这么多，可不一定有名额。你们就装吧，别以为找个演员一唱一和的就能唬住我们。我们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，是吧？怎么可能有假？对，而且我专门核实过。录取通知书上的印章真实有效，给他们看看。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这张看起来好像也不像是假的，而且刘松是律师，应该不会错。确实对得上。我看这个苏家老大嫉妒着苏家老二，故意找人整的这么一出啊！不是的，孩子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狗屁！你就是个自私的毒妇，竟然敢抹黑曹校长！要是被他知道了，他的子民进不了玉芝，我绝不会放过你和这些小杂种。是真是假，一会儿就知道。学校马上就要给你打电话了。3、2、1。都说了我没有撒谎，你快接呀！还在等什么？是害怕听到真相吗？快接吧。再不接就断了。怎么不敢承认自己被骗了？当然不是，你们才是骗子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喂，哎，您好，这里是天泰银行，最近新推出了。哎呀，你们呀，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，差点就上你们的当了。对啊，看你们这些诈骗手段那么熟练的，你们是不是什么诈骗团伙？老实交代，你们处于什么目的？这是曹国栋的入职档案，上面清清楚楚记着曹国栋的前科案例。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你看秀芝两夫妻的反应，不会真的被骗了吧？看不出来呀，苏敏之的儿子孙子这么有出息的。那当然了，玉芝可是这个创始人，是有钱有人脉，哪是普通人能比的？够了！谁知道你们这个档案是不是你们自己制造的？我马上报警啊！我让警察来查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前科？不用麻烦了，你要找的人来了。你好，请问是刘子明的家长刘松刘先生吗？是。这里是海城公安局，我们刚接到对曹国栋的举报，举报人称曹国栋假借律师的名义进行虚假招生，并收取大额费用，诈骗金额已高达1000万。警方现依法对曹国栋进行传唤。据了解，您和曹国栋有几笔经济往来，方便的话，请刘先生尽快到警局配合查证。就是，想要的东西应该靠自己努力去争取，而不是一味的想走捷径。如果靠自己做不到，那就反思一下自己的能力。你们懂什么？现在的社会，能力哪有资源和环境重要？宁做凤尾不做鸡头，知不知道？进名校不仅仅是为了师资和教育资源，更重要的是人脉。没错，有几个成功人士出身贫困而靠自己的，还不是靠父母跟祖辈？说白了，如果考不上好的学校，怎么赶得上其他人？是啊，那个村里的学校怎么能跟城市里的国际学校比呢？老人说得好，只要进了好的学校，半只脚就踏入了清华北大。荒唐！子明才上小学，你们就考虑他大学的事情了吗？哼，当然，爱子
则为其继之生曰。我们早就规划好了子明入学的事情了，只要他能入读玉之名校，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。老师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如果他进了好学校才有出息，那就证明他资质平平。找到了，我找到刘子明招生考试成绩了，总分300，他3门加起来才60，排名倒数第2，倒数第1还是因为缺考。胡说，都是子明当天不舒服才影响了发挥的。苏秀芝，你疯了吧？我没疯，我告诉你，子明要是进不了预知，他的未来就毁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大家一起死了算了。喂，请问你还在吗？警察同志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。啥意思啊？那个姓曹的真的是骗子，我们子明入不了预知了。我说，警察都打电话来了，应该不像是假的呀。看来敏之说的话都是真的呀。如果人家真是保姆，手怎么能那么嫩呢？你看他手上戴的手表和那平板电脑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明之啊，你小时候还抱过你呢。打小啊，我就看你有出息，以后啊可别忘了我呀。敏之，刚刚我多有得罪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都是秀芝他们2口子，我才说那话呀。不行，苏敏之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曹国栋怎么会被举报？现在子明进不了预知，他的未来被毁了，你必须要负责。我刚才说了，孩子们的话都是真的，是你们非不信。你儿子真是预知创始人？别，秀芝，千万别相信，刚才警方电话里从来就没有提到过。他有个儿子，他们只是碰巧认识，叶校长而已。不相信没有关系。曹国栋骗了你们多少钱？100万！100万！苏秀芝，我平时问你借点钱，你抠抠搜搜说没有，合着你攒了这么多钱呢？100万呢？这要我说，到哪儿上学不是上学？应该把这钱拿给我，买房娶媳妇儿吧。苏耀辉，子明可是我亲孙子，我的钱本来就是他的，为了他，我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。我也是你亲弟弟呀，你拿钱给我买房娶媳妇儿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合着你想让苏家绝后啊？什么绝后？你自己娶不到媳妇，是你自己没本事。你别忘，你工作都是二姐夫给你找的。吵什么吵？耀辉说的对，他是我们苏家传宗接代的人。你是他姐，应该帮助到弟弟，你怎么能帮助外人呢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子明是我孙子，怎么可能是外人呢？刘子明姓刘，他是刘家的种，只有我们耀辉的儿子才能进苏家的族谱。我孙子不稀罕进什么族谱，从小到大，什么事都让我让着苏耀辉，现在还让我孙子让着他，不可能。哼，姐。既然你认识叶校长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求求他？不可能，预知的规定是创办前就规定好了，谁都不能破例。说不定啊，到你们这个年纪，指不定让你们求着上去。不会，我们会凭自己本事考进预知。没错，而且不管去哪所学校，我们都会好好学习的。来，宝贝们，奶奶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。秀芝，不是姐不肯帮你，规定就是规定。行了，愿意说就算了，别给我扯这些大道理。刚才苏耀辉说的是对的，如果他儿子真的是预知的创始人，他怎么可能帮不了？他就是在忽悠我们。好啊，你们苏家一个两个的，既然不欢迎我们，那我们走就是了。苏大勇，你给我扪心自问，我对你们这一家人到底怎么样？你这房子是我出钱给翻修的，苏耀辉的工作是我帮忙给找的，我每个月买各种好东西给你送回来，另外还给你一大笔开销。嘿，现在倒好了，我成外人了啊！好，苏大勇，你给我听着，以后养老你就靠你这个废物儿子给你养老吧。乡亲们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给苏大勇买的。现在既然
他说我是外人。好，你们有什么喜欢的就随便挑，别浪费了。好，放下，都放下，放下，都放下。苏敏之，苏敏之，看到家被毁了，你满意了吧？这么多年不回来，尽你大姐的义务，妹妹求点事儿你办不了，我看你呀，就是存心要家里不好过。我忍你很久了，奶奶和爸爸总说不要以暴制暴，所以这次我是惩恶扬善。你个疯丫头，你敢踢我？我可是你奶奶的妹妹，你的长辈。长辈？刚才你对燕行动手的时候，你想到自己是长辈了吗？这么小的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谁让他看不起我孙子的？住手！夫人，小少爷，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哎呦，苏敏之，难怪你死活不同意让我们介绍老伴给你，搞半天他早就想好的了。苏耀辉，你们脑子就只有男人女人那点事吗？我呸！我说错了吗？他又不是你想好的，这么紧张的干什么？保护夫人跟小姐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哎呦，夫人、小姐，你以为你配短剧呢？真好笑。这个多少钱呀？这哥也演演呗。啊！哎呀！自知虚浮无力，反应迟钝，连自保都是问题，怎么保护雇主？对，满口胡言，思想龌龊，一看就是品行不端。呀！哎呦，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我喝了酒，斗酒就过了。我们再切磋切磋。哎呀！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不要在我们苏家撒野，赶紧把我儿子放开。要是我们苏家独苗有什么闪失，你赔得起吗？哎呦！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厂现在开不起来了，我没法工作了。业务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10万，1毛都不能少。爸，我已经说了，学校是有规定的，我想帮我也帮不了呀。什么规定啊？什么帮不了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不想我们家里好过。只要你给的钱够多，我看谁还能拒绝钱呢？总之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小刘啊，爸今天是酒喝多了，一时口快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姐夫，姐夫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文化，这个家以后还是得靠你。你怎么可能是外人呢？你是我们苏家的大功臣，一会儿我就找族长开族谱，把你们都写上去。对。哎呀，姐夫你真好啊！没事儿。等子明入学了，到时候我给你买更好的，让他们拿吧。好，听见了没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要让子明入学。办不到，是你们害我孙子进不了预制，那就这样算了。又不是我们骗的你们，有本事去找骗子呀！不许再欺负我奶奶了！疯丫头，你敢踢我？要不是你们和姓叶的举报，我孙子能被发现吗？支离不误。刚刚警察也给你们打电话说了，曹国栋给你们发的录取通知书是伪造的。不可能！我老公之前就分明查到了被曹国栋招录的学生啊！我再说一遍，那些成功入校的学生是已经被预知录取了的，是曹国栋从收发环节做口，故意联系人家说录取有问题来骗钱的。刚刚档案也给你们看了，警察也打电话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不信？包括之前给你介绍曹国栋的那个同事，已经被确认是曹国栋的同伙了，他马上就会被审讯辞职，并追究相应责任。不可能，子明一定要进预制。秀芝，其实进哪个学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培养孩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，这样不管他到了哪里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都可以靠自己。学校当然重要，我孙子那么优秀，只有预制的教育才配得上他，一般的学校只能毁掉他这个天才。他要是真有这么优秀，就应该自己通过招生考试，而不是贿赂，走这种歪风邪道。
你声音这么大，就证明你没事。雷叔叔可是蝉联5年的散打冠军，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你现在就只能躺地上了。嘿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我跟你说了，是因为喝了酒。我要是没喝酒，我早把他打趴下。好了，宁宁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燕行，有没有事？奶奶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苏秀芝，我告诉你，我家宝贝有半点闪失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你们家人对我们家人所做的事，我会让你们一一偿还。走。苏敏之，我是你亲弟弟，你不关心，你关心那个死丫头，你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爸，看起来不便宜啊。这些东西本来是给你们准备的礼物，但是现在我反悔了。小雷，把东西都拿回去。这盒子是小叶紫檀打的吧？看着就值不少钱。这么值钱，里面岂不更值钱吗？这对青花瓷瓶，一看就是古董，这一对能把整个村都买下来。哎呦，敏之啊！你们不早说拿了这么多东西啊！哎，也是爸疏忽了。哎，你看你来了半天，饭都没吃一口。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哟，还真敢打呀！你这要是真的，我和我老公跪下给你道歉。哼，要是你的是假的话，你就把那个表给吃了。胆小鬼！打赌都不敢打公平一点，有本事你们也把表吃了。就是，我爸爸的表一定是真的，你们就等着吃吧。好，要是我的表是假的，我就像你们一样，一口一口的把它吃掉。哼！苏敏之，你儿子到底干什么大生意的？从之前到现在，忙得连电话都不接。哼，一定是还没串好两个人的口供嘛，电话都不敢接。就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口说无凭，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！不用，我有办法分辨出真假。你？就你？好，来拿着，这表可贵了，别摔坏了啊！就算现在的造假技术再先进，也不可能把表的每个细节都做得一模一样吧？很明显，这个表的表盘数字更均匀饱满，指针的宽度和细度都更均匀，指针末端和边缘线条都更顺滑。哎，你别说，刚没发现，这小子一说呀，明显看出来是有差距的。是啊，这个表啊，明显就看着轻薄透亮啊，对，多亮啊！另外，真表的机芯雕刻清晰，走字声音均匀，而这块表声音沉闷，带有异响。真的假的？当然，还不信的话，我恰巧认识这个品牌的主理人，跟他打个电话，他一看便知。哦，对，这个表啊，不是我买的，客户送的。客户？作为省市的员工，你居然私下收受贿赂？什么收受贿赂？我帮客户解决了他的一些困难，他为了感谢我，他主动送我的。你作为省市员工，帮客户解决问题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真虚伪，敢做不敢当。你这个小屁孩，你看我，你干什么？一个大男人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想对孩子动手吗？大人欺负小孩，羞！你爷爷奶奶，太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学得怎么样？今天教练又夸我了，他说我马上就可以代表道馆去参赛了，真不错。奶奶，这3个是谁啊？为什么都在我们家？他们3位啊，是你姨奶奶的孙子孙女。那个害你离家出走，害得你不能去城里高中，还把太爷爷气病的姨奶奶吗？他们家的孩子肯定是个白眼狼，既然走了那么多年，还回来干嘛？什么不能上高中？我奶奶说了，当初你逃婚进城打工后，
就没往回寄过钱。他没有学费和生活费，去不了城里的高中，是你毁了他的学业和未来。我毁了他。当初要不是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，供他们上学，他们连初中都上不了。哎，大姐，这长姐如母，你供养我们，这也是应该的嘛。我不是你们的父母，苏耀辉，我只比你大6岁，我为什么要供养你们？大逆不道啊！你一个女人怎么能当族长呢？再说你的孩子也不跟你姓啊！我生的孩子为什么不跟我姓？哎，你老公不会同意的呀。他不同意，那他就没孩子了。他想做主，就真的自己生。欺师灭祖啊！欺师灭祖啊！苏蜜之啊，你就这样教育孩子的？爸，他一个送假货的废物，能教出什么好孩子？老二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送的东西真的是假的不成？我就说嘛，一个保姆再有钱，就算他出钱演戏，他也不能有这么多好东西啊。苏蜜之啊，你送不起你就不要送，为什么弄这个假的来糊弄我呀？什么假的？这是真的！别装了，这款表是品牌，今年春季的走秀定制款，全世界只有1块，就在我老公手上。哎，这好像还真是一模一样的呀！我看秀芝手上戴这块手表，好像是真的。这你就不懂了，现在的仿制品技术可厉害了，做出来的东西比真的还真。对，就是啊。不可能，这块手表是我儿子私藏的，绝对不可能是假的。那你的意思，我的表是假的喽？我老公平时有多大方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是啊，怎么可能戴假表？是呀，我经常听大勇说呀，他女婿是高管，送的呀全是好东西。人家小刘可是沈氏高管，他都买不起的东西，苏敏之的儿子能买得起？苏敏之啊，也不要怪爸偏心啊。小刘的实力爸是清楚的。这样，只要你能拿出发票或证据，爸就相信你。会破坏了家运的。哎呀，哎！你们这是什么封建思想？爸，要是按你的说法，你也是从你最避讳的污秽之地生出来的，你为什么不晦气？这怎么能一样啊？我们男人属阳，晦气被阳气一出就跑了，不像你们女人属阴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说法？要是没有你们厌恶的女性，人类早就和恐龙一样灭绝了。嘿，一个男孩子怎么能帮女人说话呀？你把我们男人脸都丢光了。她是我们的奶奶，我们不帮她帮谁？哎呀，糊涂啊，孩子！她一个寡妇能给你们什么呀？你们爷爷死得早，说不定啊，你们祖宗早就不承认你们了，还不如跟太爷爷姓，进我们苏家族谱。上族谱？哼，秀芝，我看你爸是看不上我嘛。子明可是他一手带大的，这么多年，他也没说让子明上族谱。那几个崽子才回来多久？他苏敏之凭什么？不可能过得比我好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对，假的。哎呀，哎，你看，假的。他那个应该是假的。我才不需要，我才不稀罕上了苏家族谱。咦，我跟你两个哥哥说话，你一个女孩插什么嘴啊？再说，也上不了啊。哎呀，等你以后结婚生孩子了，你就知道上族谱是多么光荣的事情了。不上就不上，大不了我设族谱，我当族长。笑话！自古以来哪有女人当族长？小丫头，你这是违背祖宗的规矩。这女人呐，能跟男人比吗？男人哪能传宗接代、延续血脉？自创族谱啊，你还头一个呢！刘子明先动的手，宁宁就正当防卫。子明只是跟你们闹着玩的，他怎么可能欺负一个女孩子？是你们自己开不起玩笑。他把年年头发都扯乱了。
才不是闹着玩呢。你们还小，不懂。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呀，就是喜欢扯女孩子的辫子，捉弄女孩子，开玩笑呢，跟你们闹着玩呢。只有大家都觉得好玩的才是开玩笑，可我不觉得被扯头发好玩。而且今天的头发是奶奶给我扎的，我最喜欢的发型。让你奶奶扎就是了呀，上纲上线，小家子气。我只是扯了你的头发，你把我胳膊都扭伤了。奶奶怎么办？我还要去参赛呢。没事没事。秀智，马上带子明去医院验伤，我在这看着他们，一旦报告出来，马上发给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别怕，宝贝孙子啊，马上带你去看医生。好，走。苏敏智，你看你教育的孩子，把我们子明都打伤了。爸，你刚才分明看到了，是刘子明先动的手啊！打两下又怎么样？一个7、8岁的孩子有多大力气啊？又不会少块肉。那太爷爷，我才6岁，我也没什么力气，我可以打你2下吗？你们也长手长脚了，可以自己生活了，为什么非要当依靠别人的寄生虫？我奶奶才不是寄生虫！你们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！别动手！老太婆，别碍事！奶奶，我大孙子力气真大。哎，死丫头，你敢打我？谁让你欺负我奶奶的？哼！宁宁，奶奶，您别忘了，宁宁是雷叔叔的关门弟子，是最小的3大冠军，待会儿有她可受的。大孙子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大孙子可是练了3年跆拳道的，3年才考到蓝带。我看不如趁早学点别的吧。服了没？走开！宁宁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死丫头，你对我宝贝孙子干了什么？正常切磋而已，技不如人，输了。不可能，我大孙子怎么可能打不过你这个小丫头？一定是你使诈！不是，出尔反尔，逃避现实，是你们一家子的遗传基因吗？少废话，把我宝贝孙子打成这样，你们要负责。妈，刚刚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飞机上，所以没有接到。没事，回来就好。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他们都欺负奶奶。就是苏敏之的儿子，你女儿把我孙子打进了医院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宁宁从来不会主动伤人，我看是你的孙子先动了手，并且还没有打过吧？爸爸，你都猜对了，好厉害呀！子明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开不开玩笑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法律说了算。辛苦两位。应该的。那就麻烦在场各位配合我们的调查，提前声明，做假证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警察同志，我刚刚喝多了，完全没注意2个小孩说了什么。是啊，他突然就打起来了，也没看着谁先动手的呀。警察同志，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，咱们就没必要较真儿了噻。就是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刚才就在看好戏，现在警察来了，你们就开始和稀泥，当我苏敏之好欺负吗？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这里有刚刚的视频和录音。什么？我妈尽心尽力的给你们准备礼物，带着孩子们回来团圆，结果你们就是这么欺负我妈的。这哪里是欺负啊？你妈这么多年没回来，又不联系，有点误会是正常的嘛。是我不回来吗？是你不让我回来。你说只要我回来，你就打死我。姐，咱爸也是为了家里好啊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女人天生带晦气。反正你也已经嫁出去了，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生死不关我们的事儿啊。好了，我们视频已经看完了，刘先生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用了吧？不用追究了，我不要赔偿。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也作为当事人家属，追不追究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另外，我会作为沈燕宁和沈燕贤的监护人，对你和你妻子故意伤害的行为进行诉讼。
姐，敏之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我一马吧！要是我进去了，子明可就毁了。有你这样的家长，他的一辈子早就毁了。爸，你可得帮我说句话呀！你就看着我们这个家就这样散了吗？敏之啊，刘松再怎么说是你的亲妹夫啊，我们家的事儿，就不要麻烦警察同志啊。再说，刘松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他这是知道错了吗？他只是不敢承担后果罢了。对，听说你还是沈氏集团法务部的高管，作为你的老板，我刚刚从财务那里听到了一些有趣的消息，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警方同志关于你收受回扣和受贿的经济调查。你就老板？那我平时见那个还有是谁呢？你说的是沈南吧？他是我的助理，是我让的，帮我带过公司的。刘松是吧？来之前呢，我顺手查了一下你们一家的银行流水和经济往来，恰巧发现了一些牵扯到沈氏利益的数据，一个手滑就全部打包发给了沈氏的财务总监和真正的法务总监了。那就是这个老板。你干什么？对了，还有税务局和相关季检，你很快也会收到报告。还有司法行政部，好好跟你的律师执照告个别吧。不会吧？看来敏之说的都是真的呀，他儿子真是沈氏集团的老板。人不可貌相啊，苏大勇啊，真有福气呀！可不是嘛，亲孙子是沈氏的集团的老板，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敏之啊，我相信警察会给你个公道的。哎呀，别站在这儿啊，来，带孩子们进去坐。姐，来里边请。欺软怕硬的势利眼，刚刚还那么对我们，现在知道了爸爸的真实身份，恨不得把整个身子都贴上去讨好。真讨厌，爸爸为什么要答应他们进来？你还不了解咱老爸吗？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沈总，家里没什么好茶，不要嫌弃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那个大侄子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我今年都44了，到现在也只是个仓库的主管，这每个月的工资啊，真的不够花，更别提攒钱娶媳妇儿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在你公司给我安排个什么职务啊？好，当然可以。真的？那工资多少钱一个月？放心，我们沈氏集团现在月薪最低也1万起，还有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，肯定比你现在赚的多。这是真的，大外孙啊。耀辉到你们沈氏集团上班，那肯定是在城里边了。你看，看能不能在城里边给他安排一套房呢？对呀，大侄子，你看你们家那么多钱，也不差一套房。我这个对房子的要求呢，就32平就好了，最好离公司近点。如果离公司太远的话呢，那就配辆车。可以。还有什么？一便说了吧。还有呢，就是你舅舅的婚事。大外孙，你这么厉害，身边肯定有不少的优秀的女孩，你看能不能给舅舅多介绍几个呀？就是要城里边那些独生女，要学历高，长得好，最好要人做家务的，还有就是没谈过男朋友的。行啊。奶奶，他们都是坏人，爸爸怎么什么都答应他们？嘘，你看看你爸，憋着坏。
我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啊？哦，入职啊？哎，现在都放假了，等收假吧。哦，那也行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哎呀，喂，我他妈要辞职，老子不干了，我要去沈氏工作了，拜拜了你嘞。哎，那你看什么时候可以进城啊？别急嘛，我们呀还有事儿没谈完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刚刚忘记说了，我们公司啊现在就缺男厕清洁工这个空岗了。这什么？我打扫厕所啊？哎呦，你这个不孝女，我可是你的亲爹。这么多年，我早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个爹了。白眼狼，我生你养你10几年，你就这么绝情？生我养我的是我妈。从我记事起，你没有下地干过活，地里的活、家里的事都是我妈在忙。苏大勇，你就是个靠老婆的废物。倒反天罡，没有我，你妈能生你吗？还有你，我是你外公，你敢推我，出了事儿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这张卡里的钱足够买你这条命，赶紧拿着这笔钱去找个新的住处。你们这所房子之前是苏秀芝夫妇他们出钱翻新的，一旦查出来他们是经济犯罪，法院就会收走这套房子。妈！你除了能打扫厕所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你有学历吗？你有工作经验吗？你有特长吗？我们耀辉确实没有，但是他踏实孝顺啊。大外孙啊，你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面子上，你看，给他安排一个事儿少、钱多的闲职啊。对呀，我肯定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公司不是他父母，不需要他孝顺，公司只需要他提供劳动价值。别废话，你到底能不能干？我干。太可惜了，在你犹豫的时候，公司的人事主管已经通知我，这个岗位人招满了。啊？那我怎么办啊？我刚刚已经打电话辞职了呀。那张建国上来跟我不和，他肯定不会让我再回去的。我这就不关我什么事儿了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自己犹豫，错过了。不是啊，大外孙，你都答应了，这不是出尔反尔呢？我出尔反尔，那当然是给你们两个学的呀。哦，那你就是故意耍我了？没办法呀，谁叫现在是法治社会呢？我又不能对你们两个做什么。你们两个之前欺负我妈和我孩子的事，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苏敏之，你就看着你儿子欺负你亲弟弟。我一个嫁出去的外人，哪有什么亲弟弟？哎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们苏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妈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医生都说了，姥姥没事儿，就是发烧晕过去了，一会儿就醒了。世君，如果我想接姥姥跟我们一起生活，你同意吗？我当然同意了。妈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咱们家你说了算，我呢就负责赚钱，给你和叶安他们花。敏之，妈，这在哪儿啊？这是医院，你在家里发烧晕倒了。发烧啊？我没事。妈，何必在医院呢？花这冤枉钱。哎呀，妈，放心吧，我有钱。来，你看，这个呀是你的大孙子，他可是大公司的老板呢。姥姥，这医院也是我投资的，您就好好在这儿接受治疗，不用花钱的。好，好，好，看见你们母子好。
我就放心了。妈妈，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吗？那你爸跟耀辉呢？他们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很清楚。而且现在我有这个能力，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你还管他们干什么？敏之啊，我知道你从小最孝顺，你比秀芝姐弟俩更懂事，在家里也受了不少委屈。你们啊，都是妈的孩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的丢下他们不管啊。苏耀辉他已经44了，他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吗？你准备管他管到什么时候？管到你死吗？敏之啊，妈知道自己快到岁数了。耀辉从小被你爸宠坏了，妈也管不了他。趁我现在还能动，就帮他做一点吧。敏之啊，妈这辈子没有什么大的愿望，就盼着你们仨姐弟好。现在看到你过得好，妈也就放心了。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耀辉了。我要是跟着你们去享福，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列祖列宗，妈你看，妈你自己看看，你好好看看，苏大勇他打你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过对不对得起列祖列宗？苏秀芝在家里看着他打你，有没有帮你说过一句话？还有苏耀辉，他对你动手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因为你是他妈，他就舍不得？没打，这都是妈平时做事不小心碰的。沈总，苏大勇已经醒了，经检查他是一时着急导致脑供血不足，现在情况已经基本稳定，再观察1晚就可以出院了。啥？大勇怎么了？我怎么听不懂医生说的啥呢？妈，爸他因为在家里受了刺激晕倒了，刚才医生说已经醒了，没事了。你去哪儿？妈，我要去看大勇。哎呀，不用，他那边有耀辉，还有护士，不用你照顾。耀辉他哪里会伺候人啊？再说了，你爸从来就挑剔，还是我去照顾吧。妈，妈你自己还病着呢。妈，哎呀，小姑娘真漂亮。结婚了吗？有男朋友吗？疼！你没轻没重了，你把我弄疼了，知道吗？按压针眼才能减少自己。等等，你把我爸弄痛了，你不能走啊！我的操作都是符合规范的。哎呀，疼啊！你看看，你把我爸弄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不懂什么操作规范，总之你必须负责。哎呦，看来你是有什么并发症，我帮你去找医生，好好给你检查一下。别麻烦医生了。其实吧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。心脏不舒服，那就更要找医生了。哎，其实也用不着叫医生，你留在这儿就可以了。这位家属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你自重。你们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叫保安了？行啊，那我就投诉你虐待病人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不想怎么样，就是吧，你把我弄疼了，也该意思意思嘛。你不想赔偿也行，那就罚你做我女朋友。你这身衣服我蛮喜欢的。耀辉，你在这干啥？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跑来干嘛？坏我好事。你怎么欺负人家小姑娘？什么欺负？这是耀辉看得上人家，这是他的福气，都怪他不知好歹，活该他在医院伺候病人。人家是护士，你刚才那叫性骚扰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还敢来？你就不怕我被你气死吗？咋了？闺女好心来看你，你还生那么大的气？好心？我就是被他和他那个不孝子气进医院的。我们耀辉的工作也是被他搞没的，我们秀芝两口子也是被他搞进大牢的，我们苏家呀都被他搞毁了。那你去啊？他怎么能做这个事情？
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怎么不能做了？她也是爸的女儿，做这些不天经地义吗？那你还是爸的儿子呢，你为什么不做？混账！要会是男人，男人的手怎么会碰这个脏东西呢？那你们这些男人平时都不上厕所吗？嘿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大勇啊，你先消消气。明知这孩子也是瞎说，他不是诚心的。去你的！妈，苏大勇，这是家暴，我妈还生着病呢。你妈嫁给了我，就是我的人了，我教训她就是天经地义，谁还能说不对呀？你这是家暴，是犯法的。妈，我们去报警，我们验伤好不好？够了，我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想把我们苏家毁了。你儿子出息又怎么样？你们全家都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们会遭到报应的。什么？秀芝进大牢了？明芝啊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妈说你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秀芝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咋能？哎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那么难看呢？妈，听我解释。不管怎么说，秀芝和耀辉都是你的亲姐弟，妈也不要求你去帮衬他们，但是你也不能害他们啊。不怪我妈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凭什么不能来？这家医院都是我的，我在这儿很奇怪吗？啥？世君，你先去陪着孩子，妈一会儿就过来。好。你还真的干什么？你看我笑话呀？张淑芬，你还真的干什么？赶紧过来给老子倒尿壶！妈，门口就是厕所，你又不是不能下来走路，非要让我妈去干什么？没看到她也穿着病号服吗？哎，对了妈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发烧，没什么，挺好的。那死不了就行。我和爸呀，还指望着他洗衣做饭呢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啊？他自己都说没事了，赶紧过来，还有我亲自请你妈。妈，哎呀，你不让他去，那你去。你们会遭到报应的！滚！我们苏家没有你这个女儿，还有你张淑芬，你以为他会带你过去过好日子吗？就是啊，你看看他对我爸啥样，他能对你好吗？我妈跟你们不一样。妈，他们都这么对你了，真的不跟我走吗？敏芝啊，妈想好了，你走吧，走吧。你这个猪脑袋！他愿意带你过去，还少得了你的好东西吗？到时候你把东西全部拿回来，我们不就是发了吗？哎，就是啊，这么好的机会你抓不住，难怪我没有娶到媳妇。奶奶，宁宁的衣服脏了，你陪宁宁去买新衣服好不好？好呀。妈，我等会儿还有个会，我让小雷送你们过去。正好我上次给您订的首饰也到了，我给店长打个电话，您直接去拿。走吧。奶奶，爸爸说的就是这家店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0，这个玻璃珠子这么值钱？没见识的土鳖，那是翡翠，不是你们说的什么玻璃珠子。看到没？就这个，你们嫂一辈子见也买不起。你怎么跟顾客说话呢？你的入职培训都白做了吗？哪儿来的小屁孩敢教训我？进来买东西的叫顾客，像你们这种只看不买的，也给我服。小伙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不可貌相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一定买不起呢？一个臭要饭的，带一个疯丫头，2个臭小子，把你们都卖了也买不起这里最便宜的翡翠。赶紧给我走，不然我们店里都被你们染是一股熊味儿了。
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的。不来买，你们进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拿东西的。拿东西？小朋友，这里可没有属于你们的东西。老太婆，你们的东西在商场2条街外的桥头，赶紧过去吧，不然他们都收摊了。狗眼看人低。难道你们店长没有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会有人来拿东西吗？我们店长说了，今天晚上来的是最尊贵的顾客，他们来拿的是绝版的绝代风华套链。什么？难不成你们想说你们就是贵妇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爸爸垫给我奶奶的东西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绝代风华值多少钱吗？那可是由9颗翡翠蛋面和204个钻石打造，每个用的都是翠中真品。算了，跟你们说了一遍。你们要知道的是，绝代风华市值几个亿，绝对不是你们买得起的。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还真是我们店的店名。不过现在 P 图技术这么厉害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用隐形面来骗人？是真是假？查一下订货单号不就知道了吗？顺便提醒你一下，我爸爸姓沈。我这系统刚才还好好的，是不是你们在订单号里做了什么手脚，让我查订单好植入病毒？拜托，就算我梦游，随便敲敲键盘都写不出这么垃圾的木马。小伙子，我儿子的确在你们这儿订了东西，要不然把你们店长叫过来问问。我们店长去保险柜拿东西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你们就是故意选我们店长不在的时候来吧？故意来惹事儿？你们几个赶紧走啊，不然我叫保安把你们抓起来。走，哎，别动手啊！走。宁宁，你小丫头力气这么大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骗子团伙。你的想象力这么丰富，不去写短剧真是可惜了。哎，店长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几个人赖着不走，还用假图片骗东西，那你还不叫保安把他们赶出去？你就是店长？你真的要把我们赶出去？夫人，您能不能帮我们跟沈总求求情？要是被沈氏商场赶出去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商场肯让我们店入驻了。那是你们活该，在你们随意评论、恶意攻击顾客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这样的后果。老夫人，您先和小少爷、小小姐离开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走。啊，要是再缠着我们不放，就让你尝尝我的拳头。哎，宁宁啊，送你去学武是为了让你有自保能力，可不是为了让你遇到事情就以暴制暴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我们去买衣服吧。走吧。奶奶，你尝尝这个饼干，可好吃了。好，等等，谁让你们吃这些的？小屁孩，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，我警告你，识相的话赶紧走，不要耽误我一会儿接待贵客。爸爸，你这次定制是不是没有做好员工和品牌的背调？不然怎么会是这种看不起顾客、以貌取人，还污蔑顾客是骗子的店？什么？爸爸，他们嘲笑奶奶，说我们买不起他们家的东西，还赶我们走。沈总，真的是您？老夫人、小少爷、小小姐，是沈总让我来处理这件事的。3个月前，沈总在你这里购买了全款绝代风华，订单货号是0226，没错吧？没错。按照沈总的意思，他已经将订单货号发给了小少爷，你们却说他污蔑造假，怎么自己签的单不认了？于经理，这不关我事儿啊！我刚刚去库房给沈总拿货，我刚回来，这是我们店员不认识，所以才冒犯了沈老夫人和少爷小姐。我怎么知道是真的？我刚输入订单号，系统就崩了，根本没来得及查。那你就能因为外貌而去划分顾客等级吗？不管他是否买得起，只要进了你们店，就是你们的客人，你们就是这样的服务态度。经理，这是我们实习生，刚刚入职，他还没有经过入职培训呢。老夫人，您看，作为补偿，我再额外赠送您一份杨绿翡翠的手镯，怎么样？不用，我们买得起。那您几位看该怎么解决呢？按沈总的意思，退单。没错，奶奶，我回去就让爸爸给你订套更好的。好，老夫人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？不如您看一下绝代风华，说不定合您心意呢。不用，我也不习惯戴这些，不适合干活，磕了碰了心疼。退单的事情我亲自给你对接，希望明天本商场营业的时候，你们店的东西能自动消失在本商场。
谁让你们吃这些的？为什么不能吃？难道你们也和那家珠宝店的员工一样以貌取人吗？抱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些饼干从早上放到现在，我想给你们换一盘新的。啊，没事儿，姑娘，麻烦你帮我们一人找一套衣服，可以吗？好。您看这几件衣服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挑挑自己喜欢的。哎，宁宁，来试试。你们两个自己挑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去试衣服。宁宁，走。总之，这是你先给我惹出来的事情，你必须给我道歉，知情。烦死了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我看就是那个老太婆有病，装什么穷人？她就是来店里闹事的。走。不在你珠宝店待着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看你为了冲业绩，什么客户都敢接。好心提醒你，一会儿别的客户进来了，看见那几个乞丐，别被吓跑了。首先，他们不是乞丐；其次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只要进了店，就是我们的客户，不应该被区别对待。我这是好心提醒你，挑选客户，别在不配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不是浪费时间。抱歉，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体验。作为补偿，我可以给你们额外赠送本店最新推出的伴手礼。不用了，姑娘，阿姨知道你们打工赚钱也不容易，这是应该的啊。我又给你们挑了几件衣服，要再试试吗？不用了，你们都不喜欢，我可以再去拿别的。都喜欢。孩子的意思是说，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几套，其他的直接打包。这些都要吗？都要。哥哥，好，哥哥付钱。走吧，走。哎，小朋友，叔叔来帮你们结账好不好？哎，小朋友，叔叔来帮你们结账好不好？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怕你笨手笨脚，服务不好这么尊贵的顾客。就是。咦，我们刚刚不还是乞丐吗？怎么又变成尊贵的客户了？刚才是我没看清，一时口快。那你还是尽快去看看眼睛吧。还有你，狼狈为奸，和他们一起滚吧！你哪来的自信？凭什么决定我的去留？沈夫人、小少爷、小小姐，刚刚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希望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。另外，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你们过目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少爷，他是沈总的亲儿子。于叔叔，我可以给您提点建议吗？当然，沈总已经吩咐过了，将这个商场已经转让到了2位小少爷还有小小姐的名下，以后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，想说什么都可以说。我建议你让整个商场停业整顿3天，好好检查一下每个品牌的口碑和每个人的服务态度。我可不希望未来因为这些人受到客户的投诉。没错，这些欺软怕硬、只会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就是害群之马，必须尽早处理掉。什么？另外，我觉得这位姐姐有非常优秀的服务意识和出色的服务能力，我觉得她不应该只是个服务员。陈小姐是吧？稍后我会联系贵品牌，让你成为贵品牌在本商场的副店长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姐姐不用谦虚，我觉得你完全有能力胜任副店长一职。于叔叔，我可以直接把商场转到我奶奶名下吗？可以，但是需要向陈总报备一下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。哎，别打！我拿商场来干什么呀？奶奶，这是我们和爸爸的心意，为什么一定要有其他意义呢？喂，爸爸，我想把我们名下的那座商场转给奶奶，你跟于叔叔说一声好不好？也行，爸爸怎么会忘了奶奶呢？我已经给奶奶准备了另一个商场了。那正好，好事成双，都给奶奶。世君，别听孩子瞎说，我不要。于叔叔，我们已经跟爸爸说了，你就尽快去办吧。好的。奶奶，我有点困了，咱们快点回去吧。走吧。言行，宁宁。哎呀，夫人，外面来了2个自称是你父亲和弟弟的人，吵着闹着要见你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
你就是米芝是吧？我听大友说你刚死了老公，这孤儿寡母的今后可怎么活呀？不如就跟了哥，今后就能过上好日子啊！我不需要，你出去！你再不出去，我叫人了！喊人？喊啊！你爸刚收了我的钱，现在就在门口守着。我看今天谁敢来破坏我的好事啊！孙大哥，这么快就成了？苏敏之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赶快进去，让别人久等了，快去啊！他妈的苏敏之，等你回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我过得挺好的，不考虑二婚。爸也是为你好啊！你看，你以后老了还有谁来照顾你啊？我有儿子，有孙子，有孙女，我老了有他们养，我不需要别人。指望那些不争气的儿孙？说不定啊，他们将来和你一样，只能做个保姆、保安，每个月赚的钱还不如那些叔叔的退休金高呢。养活自己都费劲，怎么照顾你啊？你看，这是爸最好的兄弟吴叔叔，前几年他老婆刚走。你知啊，你小时候叔叔还抱过你呢，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呐。你知啊，这吴大哥的退休金是这个数哦，你嫁过去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不需要。怎么还在惦记30年前没换到手的彩礼吗？你怎么说我的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是。我20岁的时候，你为了3万块钱的彩礼，要把我嫁给隔壁那个60岁的老光棍。我30岁的时候，我丈夫刚刚过世，你又想把我卖出去。现在呢？你又想把我嫁给这个跟你一样年纪的老头。苏大友，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过来！你好意思走啊？当年的3万块多值钱啊！要不是你跑了，我们家早就有钱了。大勇，哥不会让你吃亏的。6万6，怎么样？哎呦喂，爸，这苏米芝的房子这么大呀，这我们3个人只能挤在那个小平房里，太不公平了。白眼狼这么有钱也不帮衬家里边。放心，耀辉，这东西爸给你抢过来。咋的？还想跟老子动手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可是苏敏之的亲爹，你打伤了我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的工作能保住吗？哎，去，走。是。哎呀，姐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怎么穿这个衣服呀？还在干活？不对呀，你说沈世军是你儿子，爸，他不会又在骗我们吧？夫人好。啊！既然你们说我不是苏家人，那我和我儿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呀，我是你的亲爸，咱们血缘关系在这儿呢，我不可能丢下你不管吧？不用说废话了，你们今天到底来做什么？爸这次来呀，主要是看你过得好不好。还有啊，我就想让你帮帮耀辉，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呀。对，苏耀辉，那可是苏家唯一的宝贝，唯一的根。我一个外人能帮得上什么？哎姐，这一家人怎么能讲2家话呢？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。是啊，敏之，自从秀芝2口子抓进去以后，我们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呐。房子也被收走了，我们住在别人的柴房里边，你不能看到我们耀辉的孩子一出生就过上苦日子吧？啊？什么孩子？爸，坐啊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之前厂里一个相好的，他们家里人找过来说怀孕2个月了，非得让我娶她。你都让人家怀孕了，你还不想负责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我的呀？再说了，她都30好几了，我要不是看在她大学本科毕业还没交过男朋友的份上，我才看不上。
你如果怀疑，就去做 DNA。现在科技很发达，怀孕5周以上就能做鉴定了。做是做了，报告写的也是我的，哎，但是报告也能作假，对不对？作假？苏耀辉，你44了，没车没房没存款，一无是处，人家作假图你什么？你还看不上别人？44又怎么了？我们耀辉是潜力股，这是上天在考验他啊！到时候自然而然就成功了。哈哈哈！那你们回家等着好了，来找我干什么？这个他们要让我买房买车，还非得拿10万作为彩礼才能娶她。对呀，米芝，你不知道那家多毒啊！对，他们说，如果说耀辉不答应，他们就把耀辉做的所有事捅出去。你做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，以前不懂事做的，不算。我明白了，今天你们过来是想让我出钱给耀辉买房买车，还得出彩礼，对吗？哎呀，敏芝啊，你看你儿子多孝顺啊！哎，那帮帮我们耀辉也是应该的。我家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姐，我们也没说非要新的嘛。哎，我看这个房子就不错嘛。装修也挺好，到时候会议过完我就搬进来，多省心啊！你们可真敢想！这房子不在我名下，我做不了主。这门口的那些车呢？我看也不少啊，而且看起来都不便宜啊！我刚才说了，家里的钱是我儿子挣的，车自然也不是我的。不对呀，你儿子这么孝顺，他就是不给你车，不给你房，那钱呢？钱总是要给的吧？我都这把岁数了，还在意那些身外之物做什么？平时没什么地方需要花钱，家里的东西都是他们买好的拿回来。那值钱的东西总该给你吧？什么首饰啊、包啊这些。刚才你们来的时候看到，我在家里就是这么干活的，我用不上那些东西。这么说，这钱都是你儿子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？对，他的钱留给3个孩子就够，我不需要。你们提的要求，我办不到，麻烦你从我家出去。没有就好，不然就白白浪费了我和我爸辛辛苦苦给你找的老伴儿。什么老爸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过来，我叫人了。没事儿，俺爸正好让他们进你屋来瞧瞧，当咱们俩的证人嘞。来人！把这几个人全都扔出去，以后不许再放进来。苏敏芝，你真的敢要人呢？松开！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没做错事情，不要脸的是你们。苏敏芝，我跟你没完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撒开！马上就要去给太奶奶过生日了。奶奶，你怎么了吗？奶奶，我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。不用，奶奶没事。奶奶！沈总，老夫人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情绪波动过大引起的心率减慢、血管扩张、血压下降才会晕倒的，应该很快就会醒了。行，辛苦你了。来，辛苦了。再见。蔡姨，今天下午我妈都干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会晕倒？华叔，你来了呀？你是谁？到我家来做什么？对不起，夫人，他说是和你爸一起的，非要进来，
我也不好强行阻拦。没事，你出去吧，有事我叫你。姓苏的，这就是你大女儿黄老板，这就是我守寡几十年的大女儿苏敏之。哎，敏之叫黄大哥呀。不错不错，嘿嘿，细皮肉嫩的，比村里那些女人香多了。苏大勇，你还没有打消拿我换彩礼的念头吗？啥彩礼啊？我就是看你守寡几十年，给你找个男人来做依靠的。哎呀，苏敏之啊，你儿子那么有钱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是老了以后，他不管你怎么，这不是给你找个保障啊？放心吧，闺女，大哥我乡下有2房，无儿无女，一个月退休金3000，都是咱俩的了。3000，爸，上次那个还是6000呢，你的标准怎么越降越低了？你咋说话呢？哎，黄老板，我女儿一向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在意啊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就喜欢性子烈的男人嘛，都有征服欲。那这次彩礼是多少？哎，我那可讲啊，只要你跟，就给我1套房，结婚用，另外再给我20。咋样，大闺女，哥这诚意够了吧？所以好处都让你们拿了，我什么都捞不着。哎，你找了个老伴儿啊，这天大的好处啊！那你嫁过去啊？这天大的好处你去拿，谁收你的钱你找谁，跟我没关系。苏敏之，我已经好声好气跟你商量了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你这是商量吗？你这是通知！哎呀，爸，不要跟他吵，算了，让这个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不嫁也得嫁。夫人还是照常在屋里打扫卫生，然后怎么了？沈总，夫人特意交代了，我不能说，但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夫人的父亲还有弟弟跑过来，还带着一个又老又丑、又矮又秃的老头，他们逼着夫人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蔡姨，你让蔡叔把今天下午的监控拷贝一份给我。好。奶奶，你终于醒了。奶奶，妈，你醒了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事了，今天你们都吓坏了吧？吓死宁宁了，奶奶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。好，奶奶答应你，以后呀，再也不吓唬你了。奶奶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妈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好，走。爸爸，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是大人的事，爸爸会处理好的。我9岁了，我也是大人了。就是，从小您就告诉我们要保护奶奶，孝顺奶奶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就不能看着奶奶被别人欺负。就是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看监控。好，走。怎么还没来啊？还没出现？为什么还没来啊？不知道，等了那么久了。他们就是苏大勇和苏耀辉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做独家采访啊！苏先生，请问您2位在采访中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真的呀。那苏先生，请问苏敏之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呢？他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回家看过你们吗？他离开家几十年，从来没回来过。那苏先生，请问苏敏之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全走出来了。嗨，走。
沈总，请问苏大勇父子对你母亲的指控是真的吗？沈总，请问您的母亲为什么不回应？她是心虚了吗？还是说她根本无颜面对苏家人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我母亲一会儿会出来跟大家当面解释清楚。哎，你看什么看啊？这么多记者朋友在这里，难道你也想对我动手不成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奶奶？爸爸，上次还是我们太心软了，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放心吧，爸爸向你们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让奶奶再受欺负。沈总不好了，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采访视频，苏大勇和苏耀辉实名控诉夫人，说她狠心冷漠，有钱之后对父母兄弟不管不顾。现在好多媒体和大 V 都转发了，转发量过大，已经带起了一批声讨集团的声音了。视频的源头找到了，给我3分钟。听着，第一时间让公关部门监测娱乐动向，记得截图存证，到时候交给法务部立即起诉。那要先以公司名义发布澄清说明吗？不吧，等找到了视频源头，直接联系采访的媒体和当事人，就说我们要公开直播才。这样会不会太冒进了？不会，就按叶安说的做。苏敏之，你这个丧门星，把老子房子给搞没了！耀辉呀，你说的这个方法能行吗？你放心，肯定有用。这些有钱人呐，最注重什么？名声。这家丑啊，绝对不能外扬。哎，爸爸，你看，这才过了多久，这点击量和转发量都已经破万了。哎，这苏敏之肯定会来求我们。哎，喂，苏先生，沈氏联系我了，邀请我们后天去沈家参加现场公开直播。好。奶奶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奶奶，你可不能心软了。他们现在敢直接挑衅你和爸爸，说不定下次就对我和哥哥们动手了。对啊，妮妮说的对，我不能再让你们的爸爸和你们再陷入危险了。奶奶，您别怕，我们和爸爸会一直陪在您身边的。走。啊！大家好，各位，我母亲一生默默无闻，勤俭持家，还没有应对过此类事情，希望大家再给她一些时间。哎，沈总母亲看起来挺和蔼的，跟网上爆料的那种冷血残酷的形象根本不一样嘛。是啊，看起来沈总母亲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，说不定有什么隐情呢。谁欺负他了呀？他从小就比我大几岁，他仗着心情不好就不给我做饭吃，啊，就把我饿着。你看我现在这样。他才比你大6岁啊，凭什么要管你饭啊？这不应该是你父母的责任吗？而且听起来沈总母亲从小就要照顾你，还照顾家里，他才那么小，他也需要被人照顾啊。这长姐如母，他母亲有其他事，他难道不应该分担吗？再说了，几十年怀恨在心，一直不回来，还亲手把他的妹夫送进大牢里边，把他自己亲弟弟的工作搞掉，至于吗？
我这么多年不回家，是因为我爸，也就是苏大勇，他不让我回。他说我是寡妇，如果回家会影响家运。我要是非要回家，他就要打断我的腿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怎么会天呀！平时真看不出来。就是。还有关于我母亲的妹妹苏秀芝，她的丈夫原本是沈氏集团法务部的高级高管。我母亲上次回家，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炫耀，这才得知他们夫妇一直在私下收取客户的贿赂，不惜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公司的权益。是真的，我可以发誓，苏秀芝两口子就是罪有应得，自作自受。我儿子沈世军根本就没有报复，也没有陷害。我承认，我当时确实起过报复心，但是试问在场各位，如果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欺负、被侮辱，能无动于衷吗？还有关于工作的事情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当时确实有那么个岗位在招人，也确实是因为苏耀辉他自己犹豫不决，才导致错误。毕竟我当时想的是先把他招进公司，再从长计议，但是没想到他运气好，竟然赌博。我可以作证啊，当时我爸爸才介绍到了一半，他自己就打电话急着辞职了，我们可没有逼迫他。那还不是我把你们当做家人，我相信你们。家人？是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外人，要把我赶出苏家。你们欺负我和3个孩子的时候，可没有拿我们当一家人。就是，当时奶奶那个亲妹妹还掐我脖子，她儿子比我高那么多，还那么胖，伸手就扯我头发。没错，所有的证据我都保留了，如果各位想要的话，我会全部提供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他们有钱人爱面子吗？家丑不可外扬吗？你这是做什么啊？敏之，你看在妈的份上，不要追究你爸和你弟好不好？你弟那个相好的知道以后啊，把孩子都打掉了。他要是再进去，他以后更难找媳妇了。妈，你今天过来，除了给他们求钱，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吗？啊，有，我是想啊，让你爸和你弟给你道个歉，他们是不对，但是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对不起，妈，我做不到。送夫人回去吧，上车。敏之，敏之，你不能这么狠的对你父亲呐！你这是想逼死我呀！我早就当自己没有这样的父亲和弟了。妈，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妈。世军要带着我和孩子们搬到国外，以后我的亲人就只有他们。我会定期让人去看你，你好好的。敏之，妈知道对不起你啊，可妈也没有办法呀。好好的一个家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哎，敏之啊，你再恨吧也无所谓，但是小孩跟你累了半天了，千万不要把他们都饿着了。不用，苏家的饭我们不配吃。敏之啊，妈，敏之啊，妈知道你从小就喜欢吃虾，你看给你做了这么大一盘，趁热吃吧。敏之啊，今天是你妈的生日，
他特意辛辛苦苦给你做了一盘虾，难道你不陪你妈过完生日？明之啊，这么急就着急回家，留下来陪妈吃顿饭吧。小雷，你先回车上，我带着孩子们陪我妈吃顿饭。沈总，您落地了吗？来来来，去，边儿去。乖孩子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告诉太爷爷。老大叫燕安，这是老二叫燕邪，这是小宝叫燕妮。燕安、燕行，好名字。你们喜欢吃什么呀？我让太姥姥给你们做去。不用麻烦了，妈，随便吃点。不麻烦，妈很快就来了。你们先吃啊。来，妮妮。等等，你们不能坐那儿，坐那边去。为什么？你们是女人了。蜜汁啊，你不要怪爸狠心啊。这是我们苏家的祖训，寡妇晦气，不能回门，不能上桌。我也是看到你今天带了这么多东西，我才破例没让你回厨房去吃饭。姐，这可是祖宗说的，女人天生就带污秽。要是让你们上桌吃饭的话，这个会给全家带来坏运。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这么野蛮，以后谁嫁得出去呀你？我的梦想是保护奶奶，保护弱小，惩恶扬善，又不嫁人。哼，小小年纪油嘴滑舌，没教养的东西。秀芝啊，你孙子没什么事儿。他这个胳膊休养几天就行了。顾医生啊，不瞒你说，子明他这是被人打的。什么？故意伤人可是违法的呀。是啊，我老公现在正等着验伤报告呢，追究他的责任呢。放心吧，秀芝，这个验伤报告我知道怎么写。那拜托你了。苏敏之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你的好孙女把我的宝贝孙子打成什么样？轻微伤，脑震荡，视力模糊，胳膊功能受损。不可能，我根本没用力。你在质疑医生的报告吗？爸，子明可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你看他们现在把子明打伤了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小刘啊，你看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顾及我。苏敏之，你孙女作为未成年人故意伤人，是你监护人的失职，你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报警吧，由警方出审定结果。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私了是一个价，报警可就另一个价了。没关系，我只认可警方的处理结果，警方让我赔多少钱，我都认。可子明等不了呀，他现在在医院等着治疗。你们是不是故意想拖延时间啊？不用等，我把检查单。放手吧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你们都离我奶奶远一点。奶奶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奶奶没事，多亏你来得及时。你一个人来的？大哥二哥呢？妮妮想奶奶了，跑得最快。哥哥他们在后面，妮妮会保护你的。哪里来的混崽子，干坏老子的好事儿？她是我孙女，才不是混崽子。老子长这么大，还没人敢打我。今天啊，我就替你爸爸妈妈教教你，什么叫尊重老人。那你爸妈有没有教过你，作为男人不要欺负女人和小孩？
苏大勇，你刚刚可是收了我的彩礼的，你要是搞不定，把钱还我。吴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是他的亲爹，我当然能做主啊！滚！我们苏家可没承认你这个小野种，赶紧走，不要坏了我们苏家的喜事。他是我的宝贝，才不是什么小野种。好，不用你们赶我自己走。走，妮。站住！哼，这个小赔钱货可以滚了，你不能走。今天我当着村民的面收了彩礼，你不能给我丢脸。哼，收了我的钱还想跑？乖乖跟我回去当新娘子吧。走。苏大勇，把钱还我！苏大勇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苏大勇，谁给你这么大的脸，威胁我奶奶和我妹？这电视剧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有钱人出点啥事儿就花钱消灾的。混账东西！走吧，对不起这个人。站住！啊，二位，着急去哪儿啊？我还有事情要跟你们谈。各位，关于苏耀辉说，我不管他儿子的事情，我想我在这解释的再多，也不如让大家直接看一看当时的监控来的直接。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父亲和弟弟？这么难亲女，竟然三番五次的要卖女儿换彩礼。就是，而且这是赤裸裸的污蔑，恶人先告状，还妄想利用我们和群众，天理难容。就是。哎，妈！喂，张叔叔，是我。哟，稀客呀，小燕，突然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您看这2块表，您眼熟吗？这不是上半年石俊从我这儿买的吗？但我记得这款只有1块啊。没错，我就是想让江爷爷您帮忙看一下哪块是真，哪块是假。没看错的话，燕安你手里的那块才是真的。就别装了，拿块假表上来，将来以后丢面子还是自己。大勇哥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看你好女婿送的东西，别也是假的呀！不可能，我的表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一定是他们早就串通好了的。就是。对啊，我刚上网查过，刚视频里那个人啊，就是这个表的主理人。愿赌服输，你们的表才是假的，赶紧吃了吧。我老公不可能带假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这个小偷，刚刚趁我不注意调换个手表。你可别乱咬人啊！刚刚这个表你们一直戴着，我们可没有碰过。你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块表是客户送的，是客户的问题，我们也上当了。